高高在上的萧大将军，现在不过是条站都站不稳的残废狗。小晋，你如今就是戴罪的废人，没了战功，没了爵位，连武功都被废了，还拿什么硬撑？他们在欺负人，他流了好多血。别出声！还当自己是当年横扫千军的镇国战神？你现在就是个连路都走不了的活死人，撑给谁看？首府大人有密嘱，留着终究是心腹大患，就地埋了，就当他暴毙途中，生死各安天命。该死，又喘不过气来了，好难受。堂堂镇国战神，埋骨这荒郊野岭，也算首府大人给你留了体面，知足吧。若我活下来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他还活着，浑身都凉了。雨这么淋下去，你会把他闷死的。坏人走了，只剩他一个了。星宇，快救他！朝廷侵犯，救他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，可就这么看着他被活埋闷死，于心不忍。他身上没有恶气，不是坏人，救他吧。人命大于天，这罪我担了。我帮你望风，有人来，我立刻叫你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敢私藏者，格杀无论。你是什么人？是我救了你，我不是来害你的。深夜荒林，你一个女子救我这个罪臣，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只是清溪村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无权无势，不求任何东西，方才见你奄奄一息，弃于荒林，于心不忍而已。你可知私藏流放罪臣是株连全家的死罪？我无家无亲，截然株连一说，既救了你，便会护你暂且安稳。你不怕我是恶人，苏醒之后恩将仇报？你重伤濒死，无力作恶。再者，救人为心，我问心无愧。沈清宇，开门！大半夜躲在屋里做什么？沈清宇，开门！大半夜躲在屋里做什么？别装死，赶紧把你这月存的杂粮交出来！宗族规矩摆在这儿，你孤女一个，粮食本就该上交宗族。坏人又来了，贪心坏人想抢你的粮食。是我的大伯大娘，他们向来刻薄贪利。无碍，有我在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粮食拿出来，别逼我动手搜！一个孤女占着1亩良田，存着粮食不肯上交，真是半点不懂规矩。今年收成不好，雨水多，稻子都烂在了地里，家中粮食仅够糊口，实在没有多余的上交。而且宗族年年搜刮，早已不合情理。放肆！宗族规矩岂容你一个小孤女治谁？今日不交粮，我便直接收了你的田地。别装穷，家里肯定藏了粮食。拿娘留下的东西，地里收的粮食，全都该归族里。你们凭什么强行抢夺？族里养你长大，拿你点粮食怎么了？不识好歹的白眼狼！今日要么交粮还钱，要么就跟我们回宗族受罚，没得商量。谁在屋里装神弄鬼的？给我出来！你是什么人，沈清宇？你竟敢私藏戴罪之人，私藏外男！再个聒噪一句，我废了你二人立身之本。沈清宇，你等着，明日我带全村族人过来，定要问罪于你。他伤口裂开流血了，伤好重，会不会出事呀？青雨，快救救他！你伤势未愈，根本不能起身动用力气，怎么这般逞强？你怎么这么傻？明明伤势重到撑不住，为何还要强行起身护我？你救我一命，我护你一次，理所应当。糟了，粗药已经用完了，今夜若是止不住他的内伤，恐怕熬不到天亮。不用管我，你明日还要应付族人，自保要紧。我既然救了你，就绝不会让你死在这里。小红，后山还有什么可用的止血疗伤草药吗？当然有，后山断崖下有止血仙草，只不过采摘很危险。再险也要去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殒命。雨夜进山太危险，不值得，快回来。你乖乖躺着等我回来，我一定带药回来救你。
左边石头滑，跟着我走不会错。再快一点，一定要赶在他撑不住之前回去。就是这里，这丛紫叶仙草专治重伤内出血，快摘快摘。还好有你，小红。今晚若是没有你，他真的撑不住了。那当然，我是最厉害的。你为救我冒这么大的险，不值得。世间从没有值不值，只有该不该。你虽然看着冷漠，但并非恶人，不该惨死荒野。从今往后，我还有一口气，庇护你周全，绝不让任何人再欺负你分毫。我昨晚亲眼所见，沈清宇深夜进了后山断崖，而且和一只鸟儿说话，那鸟儿还能听懂他的话，给他引路。你们想想，正常人谁能跟鸟儿说话？这不是妖术是什么？我就说他不对劲儿，无父无母一个孤女，偏偏总能找到别人找不到的草药，原来是会妖术，指不定他爹娘就是被他克死的。他不仅私藏外男，败坏门风，还通晓妖异术法。这种妖女留在村里，迟早招来灾祸，必须立刻把她驱逐出村。对，把她赶出去，要能让她害了进村。青雨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村口所有人都在骂你，说你是妖女，要把你赶出清溪村，还要烧了你的房子。不过是我从小能听懂鸟语，怎么就成了妖术了？庸人愚昧，度你所长，自己无能，便将一切归为妖异，无处发泄恶意，便造谣被污蔑。我早就习惯，只是不想连累你了。今日有我在，无人可欺你、辱你、伤你分毫。还有我们一起保护青雨。沈青雨，你这妖女还不速速滚出来，滚出清溪村！今天我们就要烧了你的妖屋！谁说她是妖女？谁有证据？不过是山野飞鸟相伴，顺势求生，便被你们冠以妖术罪名。人心险恶，远比鸟兽可怕100倍。不准过来！不许欺负青雨！你们都是大坏蛋！再过来，我啄你们眼睛！区一只野鸟也敢放肆！众人一起上，把这妖女和奸夫一并滚了送官！私藏男人，消息妖术，哪一条都是死罪，到时候他的田地就归宗族了。送官？你们可知诬告良善，聚众闹事，私闯民宅，按大药律例，该当何罪？轻则杖责30，重则斩立决。你们真以为公府会听你们一面之词？他自幼父母双亡，守着一亩薄田安东，从未害过任何人，反倒你们沈家宗族屡屡上门寻衅勒索。真要报官彻查，最先坐牢砍头的是你们。诸位邻里，我们同住清溪村这么多年，我沈青雨是什么样的人，大家心中自有分寸。我从未用什么妖术害过人，也从未占过任何人的便宜。是啊，青雨这孩子确实可怜，从来没害过人，都是沈家大伯两口子贪心，想占人家的田地。今日算你们嘴利，但这事儿没完。他们好坏啊！明明青雨最善良了，还总是欺负你。往后有我在，无人再敢随意欺辱你。各位族老，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那沈青雨无法无天，不仅私藏外男，还身带妖异术法，若不驱逐他，全村都要遭殃。是啊，族老们，他还忤逆宗族，顶撞长辈，霸占着族田不肯上交。昨天我们好心去劝他，他竟然让那个野男人威胁我们，还要废了我们，留不得啊！族规如山，不容亵渎。即刻传唤沈青雨前来祠堂问话，若情况属实，即刻驱逐，永远不许踏入清溪村半步。沈青雨出来，族长传你即刻前往祠堂问话，你可别想着躲藏拖延，不然到时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们贪心抢地，青雨不要去！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没做错任何事，自然敢去祠堂对视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编出多少谎话来污蔑我。我陪你同去，祠堂人多眼杂，万一动手，我能护着你，有我在，无人能定你的罪。不用，这是我和沈家宗族之间的恩怨，我得亲自了结。你在家好好养伤，等我回来。好，我在家等你。若有事，小红立刻喊我，我会第一时间赶到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在。沈青雨，今日族人联名举报你私藏外男，修习妖术，忤逆族规，你可认罪？我无罪。其一，我在荒林中救下重伤之人，是出于恻隐之心；其二，我自幼听懂鸟语，凭此采药求生，不是害人妖术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不懂感恩，自私自利。自我爹娘离世3年来，宗族可曾给过我1粒米1寸布，反倒年年上门搜刮我的口粮，逼我寒冬进山挖野菜。既然沈家宗族容不下我，那么今日我沈青雨脱离沈氏族籍，从此与沈家恩断义绝，一刀两断。放肆，简直是放肆！区黄毛小辈也敢擅自脱族，蔑视族规，你可知脱族之人在乡野之间寸步难行，死后连祖坟都进不了。族长说的对，直接将他驱逐出村，不如烧了他的茅草屋。他自愿脱族，是摆脱压榨，求得安稳，何错之有？清溪村沈氏宗族这般腐朽不堪，脱离以告。他们最坏了，就知道欺负孤身一人的
往后沈家任何人不得再踏入我的院子半步，如若不然，我必写状纸告到县衙。往后，我便是你的依仗，无人再敢欺你。终于不用再看人脸色过日子了。太好了，青羽自由了，以后我们安稳种田，好好生活。家中存粮彻底耗尽，本来还想着能撑到秋收，没想到被他们这么一闹，连最后一点粮食都没了。是我拖累了你，若不是我，不必陷入成百正般粮尽的绝境。与你无关，就算没有你，我也具想备想般谋生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有办法，我有办法。后山深处有好多甜甜的野蜜，还有那里有珍贵的草药，我都没告诉你。当真？后山深处地险峻，野兽众多，我从前从来不敢贸然深入，没想到竟然藏着这些好物。那当然，我带你去最安全的地方，避开所有的野兽，保证让你换够吃1个月的粮食。后山路况复杂，野兽横行，你一人前去我实在不放心，不如再坚持2天，等我伤再好一些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放心吧，有小红锦路，她熟悉山里的每一条路，我一定会小心的速去速回，保证平安归来。好，那你一定要不要去太危险的地方，把柴刀带上，遇到危险就赶紧跑。若到了申时你还没回来，我就镇山去找你。这边有陡坡，慢点走，小心脚下的青苔，前面那个大树洞就是野蜜。真的太多了，而且品相绝佳，这些拿去镇上售卖，定然能换不少钱粮，足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。我就说我厉害吧，山里还有好多好东西呢，我都知道在哪里，以后我们就不愁吃了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那个被赶出宗族的沈姑娘吗？运气这么好啊，进山一趟居然捞了这么多好东西。这荒山野岭的东西本来就是无主之物，见者有份嘛，不如分我们兄弟俩一半，我们还能帮你藏回去。你们2个大坏蛋，再过来我啄你们眼睛！一只破鸟儿也敢乱叫，是反了天了！识相的赶紧把筐子留下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这些都是我冒着危险辛辛苦苦采摘所得，凭什么分给你们？让开，别挡我的去路！凭什么？就凭在这山里，我们兄弟俩说了算。要么乖乖留下山货，要么就别想下山。我再说一遍，让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别给脸不要脸，赶紧把山货交出来，不然今天就让你走不出这山路。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拦路劫掠，就不怕我报官治你们的罪？到时候不仅要挨板子，还要蹲大牢。报官？在这清溪村，我们兄弟俩的话比县官还管用。再不让开，我就喊山里所有的小伙伴过来啄你们！好了，别吵了，你们无非就是想要些好处，但这些草药娇嫩得很，你们不懂存放，抢回去不出3天就会烂掉。不如我带去镇上售卖，回头分你们些许碎银。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家在清溪村，好得了回张袍庙。快去快回！要是敢骗我们，有你好果子吃！难得啊，真是难得的上好野生真药，还有这野蜂蜜也是顶级的百花蜜。今日我按最高价收，这批货一共值2两银子，以后再有好药材，尽管送到我这里来。多谢掌柜，您真是好人。我们有好多粮食了，还有新衣服穿，萧燕的伤也能快点好了。是啊，以后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。青羽，我们有好多粮食了，以后再也不用饿肚子了，还能买上好的药材，让他的伤快点好起来。是啊，最难的日子已经熬过去了，往后一切都会慢慢变好的。好你个沈青羽，竟敢糊弄我们兄弟俩！识相点儿，就把你身上所有的银两和背上的物资全部留下，不然今日别怪我们兄弟俩动手伤人。我已经说了给你们分些碎银，是你们自己贪得无厌。少废话，在这地界儿，我们兄弟俩说的就是规矩。今天你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坏人伤人，小伙伴们快来帮忙，快来保护青羽！摔过去，疼死我了！我的眼睛，快走开啊！这鸟儿怎么这么多？疯了不成？青羽，你这个妖女，你竟然真的会妖术！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。以后有我们在，谁也别想再欺负你。白天被那群该死的妖鸟欺负得那么惨，今晚定要砸了他的破茅屋，抢光他的银两和粮食。就是，听说他今天在这镇上换了不少银子，还有细粮和上好的药材，今晚正好尽数抢走。青羽，快醒醒！外面有好多坏人偷偷摸过来了，他们手里拿着棍子。真是阴魂不散。无妨，既然他们自己送上门来，今夜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你待在屋里不要出来，外面交给我就好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沈青羽，你这个妖女，给我滚出来！今天非要让你知道我们兄弟的厉害！
站住！你是谁？这是我们和沈清宇之间的事儿，你少多管闲事，强装硬气，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。不客气？你们想怎么对我不客气？他是我护着的人，你们也敢动，真是不知死活！我们错了，求公子饶命，我们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会来骚扰沈姑娘了。是啊，公子，我们有眼识泰山，求您带我们一条生路吧。今日我暂且饶你们性命，但你们给我记住，若是再有下次，我定废你们立身之本。你好厉害啊！3两下就把他们都打跑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青玉了。你没事吧？有没有牵动伤口？我没事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。这片荒地虫害积了数十年，地下虫洞纵横，往年好几户村民试着开垦播种，到头来颗粒无收，而久之便彻底撂荒。李正，我愿承包这片租金，我必定按时足额缴纳，分文不拖欠。那荒地是块烫手烂地，谁种谁亏。荒地无人耕种，根源是虫害无解，并非土地本身贫瘠。我自有法子根除虫害，开垦耕种，收成好坏皆是我一人承担。既然你执意要承包，我便依你。今日当场立下字据，白纸黑字，立下之后万万不可反悔。这里虫子实在太多，怪不得长不出粮食。我喊所有小伙伴过来，把害虫全部吃掉。那就麻烦你和各位小伙伴帮我清理整片荒地的害虫、虫卵，拔除杂草，助我开春耕种。青鱼，你看，我们全都清理干净啦，以后这里能长出好多粮食。如今虫患尽数清除，待到开春便能播种育苗，有一方田地安稳谋生，往后我也能彻底安稳度日。太诡异了，这百年虫患的荒地，一夜之间就变得干干净净，这根本不是人力能做到的。难怪他能指挥鸟类寻得别人找不到的真药，一定是修习了旁门妖术，用妖术驱使鸟兽。这不是妖女是什么？我早就说过，沈清雨就是个妖女，留她在村里，迟早会给全村招来天谴的。今日不除了这个妖女，明日灾祸就会降临全村，必须立刻将她驱逐出村，收回这片荒地。我们只是帮忙除虫，你们冤枉好人。我从未害过任何人，我只是想安稳生活，能吃饱饭而已。为何次次被人恶意抹黑、无端针对？今日全村族人都在此，容不得你狡辩，抓住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一夜之间清理干净荒地，就是妖术。那我问你们，他用这妖术害过谁？偷过谁家的东西？抢过谁家的粮食？外来之人休要插手我沈家村的族事。此妖女身怀异术，能驱使鸟兽，祸乱村落，理应被驱逐出村。你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男人，凭什么管我们村的事儿？驱使鸟兽就是妖术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妖术。这片荒地虫害肆虐多年，是你们无人愿意吃苦拓荒，你们的所作所为才真正令人不齿。他从未害过任何人，反倒多次在村民进山遇险时让飞鸟引路救人。反观各位，聚众霸凌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。今日我把话放在这里，沈清雨安分守己，从未伤害过任何人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无端造谣，我会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果自负。太厉害了，小姐你太厉害了，那些坏人都不敢说话了，青雨再也不会被他们冤枉了，以后我们可以安安心心的种地了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青雨，不好了，山里要下大暴雨，所有小板都在往高处飞，他们说水会漫过整个村子。怪不得山中百鸟惊乱逃窜，飞鸟通灵之灾变，看来真的要有山洪来袭。没错，看着云层厚度和风向，不出3个时辰必有倾盆暴雨。山洪一旦爆发，会顺着山谷直冲而下。我们这处茅屋和村头的荒地都在低洼处，首当其冲。我们必须立刻避险筹备。我们必须提前加固房屋的梁柱，再把所有粮食、药材、衣物和生活用品全部转移到后山的石洞里，那里地势高，绝对安全。好，我们争取在暴雨来临前转移完毕。我在这村里住了几十年，从没见过什么生洪。就是，刚过几天安分日子，就开始杞人忧天。等会儿要是不下雨，看他们怎么收场。不用管他们，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好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加快速度。家里存的粮食、过冬的被子、孩子的衣裳全埋泥里了，往后一家子怎么活下去啊？忙活一整年的庄稼，眼看就要抽穗了，全没了，全没了！还好我们提前做了准备，不然我们也要无家可归了。白天他们还在那里信誓旦旦说天洪不会来，现在人心大多心存侥幸，总觉得灾祸不会落到自己身上。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受苦的还是有时这些普通百姓。我有心接济他们，可我们的存粮本就只够我们3人过冬。先别急，等雨停了，看看情况再说。你们看，
沈清宇家房子完好无损，院子干干净净。我早就说过，他那鸟语根本不是什么寻常本事，就是妖术。诸位乡亲，你们说的太对了。你们看他家粮仓满满，如今就该主动拿出来分给受灾的我们，这是他欠我们的。没错，他有那么多粮食，分我们一点怎么了？走，我们去找他，让他把粮食拿出来。沈清宇，你既然提前知道有山洪，就该提醒全村。事到如今，你必须开仓放粮，接济所有乡亲，这是你欠我们的。就是，赶紧拿出来平分，不然我们就冲进院子自己拿。赶紧把事拿出来，不然我们今天就不走了。开仓放粮，接济全村。我的粮食全都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转移才得以保全，凭什么要无偿分给你们？天灾来临之前，你们嘲讽我杞人忧天，骂我妖言妄众，如今你们反倒上门强行索要，这是哪门子的情理？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乡亲，你就该接济我们，不然你就是全村的罪人。乡邻情谊，是你帮我一把，我扶你一程，是互帮互助，不是恩将仇报，更不是强行掠夺。天灾预警在前，你们懈怠卯性，嘲讽善意；灾难降临之后，不思自省，不图自救，这般贪婪卑劣、忘恩负义，根本不配受人接济。谁再敢上门强行索粮、聚众闹事，我定然不会放过他。不信的，尽管试试。谢谢你，又一次。我说过，有我在，无人敢欺你。有你们在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。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粮食，会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沈姑娘，在下是镇上张乡绅府上管家，听闻前些日子山村山洪受灾，唯独姑娘居所田地安然无恙，乡绅心善，特意命我前来慰问一番。多谢乡绅挂怀，我这里一切安好，无需费心。姑娘身怀本事，能寻得诸多珍稀山货草药，乡绅十分赏识。他有心提拔乡里，愿意长期张办姑娘所有山野产出。往后你采得的所有蜂蜜、草药、山货，尽数交由我们收购，给你统一结算价钱，保你安稳赚钱。不知乡绅给出的收购价格比镇上药铺市价如何？乡绅长期包劳，自然是批量平价结算，虽比市价略低，但胜在稳定省心。姑娘无需承担风险，已是天大的好事。好贪心，想低价拿走青羽的宝贝，太坏了！乡绅在镇上深耕多年，人脉广博，能捧你也能压你。姑娘孤身一人，有人庇护做生意，才能长久安稳。我今日专程前来传话，你好好斟酌，3日内务必给我答复，莫要错失良机，自误前程。他们看似让利，实则是想把你变成谋利工具，彻底拿捏你的生计，绝不能答应。我自然明白，我的辛苦所得，绝不能任由他人低价压榨。 3日已到，沈姑娘考虑清楚了，速速回话，是否愿意将所有山货交由府上垄断塞购？不必考虑，我拒绝。我的山货草药皆是日夜进山辛苦采摘所得，品相上乘，本就该得市价回报。我凭双手谋生，不求他人提携，也不愿沦为旁人谋利的工具。我的生意，我自己做主。好大的胆子！一个村里孤女也敢不识抬举，违抗张乡中的意思。我家老爷给你路子赚钱，是赏你脸面，别不知好歹。你们才不知好歹，想欺负人抢好处，快走开！看来你是铁了心要与我家老爷作对。行，既然你不愿乖乖合作，那我们便看看你这山野生意还能不能做下去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整个青山镇的商铺药行皆在我家老爷掌控之上。你今日拒绝垄断，他日必定在这片地面无立足之地，无货可收。世道公道，买卖自由，你们仗势欺人，强行垄断，终究难长久。哼，好一个公道，我们走着瞧。姑娘，你的草药确实上好，但我实在不敢收。张乡村已经放话，全镇商铺谁敢收你的货，便是与他作对，日后必定被刻意打压。对不住，姑娘，这生意我做不了，你还是另寻别处吧，莫要连累我们小店。青羽，他们都不敢要，都是那个坏乡三搞的鬼，太过分了。他能封锁镇上商铺，却封不住所有生路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们另寻出路便是。帮我打探一番，周边还有何处可以售卖优质山货、草药，但不受乡绅管事？找到了，城郊3里外有流动商贩聚集地，都是外地来的商贩，不受镇上乡绅管束，专门高价收购优质山货和珍稀草药。太好了，总算有出路了。哎呦，这野生蜂蜜浓稠纯净，毫无杂质，草药更是年份十足，品相顶尖，难得一见的好货。姑娘，你这批货我全要了，我出高价，绝不压价。就是。大家无需争抢，我货物充足，按市价公道售卖。这么谁呀？卖光啦，赚了好多钱，坏香热的算计落空啦！凭自己本事赚钱，
才最安稳舒心。老爷，大事不好！那沈清宇去了城郊流动集市，所有山货全数高价卖出，收入颇丰，咱们的封锁算计彻底失效。放肆！一个乡野孤女，竟敢屡次不知天高地厚！看来温和封锁无用，既然软的不吃，那就休怪我手段强硬。那清溪村孤女沈清宇不识抬举，屡次忤逆我，你即刻带人前去，以私贩货物未缴商税为由，上门追责罚款，务必从重处置，扣货罚银，逼他低头服软。老爷放心，我这就出发，定将这不懂规矩的村女好好惩治一番。沈清宇，速速出来接令问话。官爷何事登门？有人举报你私自进山采货，跨区贩卖山货，未登记报备，未缴纳商税，涉嫌私贩牟利，触犯村镇规矩。依照规矩，即刻罚没你所有存货，并处以大额罚银。跟我们回衙门问话。乱定罪，青宇没有做错，你们是故意找茬。野鸟休得聒噪，来人，即刻入院查获扣押。官爷办事理应依循朝廷律法，而非凭私怨刻意构陷，滥用职权。本官依法追责，何来构陷？他私贩货物透税漏税，证据确凿。其一，朝廷律法明文规定，山野村民自采自用、过于输卖的野生草药、山货，属于民生渔利，无需报备商税，不算私贩牟利。其二，所谓跨区销售，无明文禁令，且无人举报追责，是你受人指使，刻意上门刁难，罗织罪名，属于滥用职权欺压村民。你身为村镇小吏，不思秉公办事，反倒勾结乡绅以权谋私，刻意欺压弱小。今日之事，若我报县衙，彻查你履职不当之罪，你可知后果？你休要危言耸听！是否危言耸听，一试便知。你们即刻退去，不得再无端骚扰此处，否则我必定据实上告。好，算你们能言善辩，我们走。多亏有你，不然我今日定然百口莫辩，吃亏受罚。公子太厉害了，几句话就把坏官赶走了。这些日子历经风波，总算攒下些许积蓄，今日便把这破旧小屋修整一番，扩建院落，修整田地，往后我们也有了一个安稳小家。我随你一同打理，早日修整完毕，往后此处便是我们的安稳归处。修新房子了，以后风吹雨打都不怕，我们的小家最安稳。从前总居无安处，日日惶恐，如今总算有个真正安稳的家了。往后有我在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安稳归处，无人再敢随意惊扰。功力开始恢复了。天灾过后，大家日子艰难，我无意独占山处生机。今日起，我无偿教大家辨识安全可食的野菜，合规可嗅的草药，带大家进山采货赚钱。真的吗？姑娘愿意无偿教我们，不再嫌弃我们从前跟风非议。从前跟风非议者自有私心，但多数乡亲皆是老实本分，坚日度日。我不愿计较过往，只愿大家往后安稳谋生。大家仔细看这株曲菜，叶片光滑无绒毛，根茎清脆，是可以放心拿去售卖的野菜。但旁边这株外形相似的毒草，叶片带白绒，掐断根茎会流出黏腻白胶，误食会腹痛中毒。大家千万要分清，不可混淆。原来是这样，之前我们就分不清这两种草，偶尔误采，多亏姑娘细细教我们。再看草药的品相，叶片完整，色泽暗沉，无霉点，根茎粗壮的才是优品。药铺和外地商贩最爱收，价格也最高。若是你阳冠化发霉，多剩下残缺的，尽量不要采，白费功夫还卖不上价。青雨姑娘，我们进山总怕采空采不到货，有没有什么简单的诀窍？大家结伴而行，不要深入密林，安全第一，稳步采摘就好。这里是好药草，那边的草不能摘。这鸟儿太通灵性了，跟着它找货，我们再也不怕采错，白忙活了。山脚岔路偏僻，我守在那边，杜绝闲人靠近。你们安心教学采货即可。有你守着，我和乡亲们都格外踏实。我这几日采货卖的钱，比我往年种地1月挣的还多。以前真是糊涂，居然跟风误会青雨姑娘。可不是嘛，当初村里流言四起，我也跟着轻信，背地里议论过姑娘。如今想想真是羞愧。沈姑娘心胸宽广，心地善良，是我们从前狭隘偏见，错怪了好人。往后村里谁再敢乱传姑娘闲话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青雨啊，大伯早就知道你是个有本事、心善的好孩子。如今你日子红火，还带着全村人赚钱，真是我们沈家的福气。你如今有钱有产业，院落田地齐全，又是沈家出身，看在宗族情分上，你接济大伯，再把之前的祖田归还，顺带分我们一些营生门路，也是应该的。宗族情分，你我早已彻底脱族断亲，再无半点牵扯。我孤苦度日之时，你不曾帮扶半分，反倒年年搜刮我口粮，抢占我祖田，屡次上门寻衅，当众造谣污蔑，煽动众人驱逐我。我最难之时，你落井下石，赶尽杀绝。如今我日子好，你便上门攀附索要，这般趋炎附势的情分，我不需要，也绝不认。你不孝不义，竟敢当众忤逆长辈！我本就无长辈可尊，你也从未尽过半分长辈责任，不配谈情义。
从今往后，不准你再上门半步。你若再敢上门骚扰，我绝不轻饶。数次阮峰刁难构陷，皆未能拿捏沈清宇，反倒让他声望渐上，安稳立足。既然文的行不通，便来武的。老爷放心，我手下一众弟兄皆是利落之人，您只需一声令下，我们即刻赶往清溪村，把他的田地、山货、产业尽数收回，保准办得干净利落。那孤女无强硬靠山，仅凭些许小聪明和飞鸟助力，根本抵挡不住人手打压。此次直接强行拿捏，断他所有根基。连夜积极打手，赶往清溪村，逼他彻底屈服，再无翻身之力。青雨，山里路上有好多坏人过来了，气息好凶，冲着我们院子来的。远处有大批恶意势力逼近，看来是有人按耐不住，准备强行硬抢。终究是躲过去的纷争，无需畏惧，你安心守好旋落，余下一切我来应对。院内的沈清宇，识相的就赶紧出来答话，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。深夜聚众围堵民宅，手持器械寻衅滋事，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，在这青山镇，张大爷的话就是王法。哼，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虚话。我们今日前来，只办3件事：交出你开荒的整片荒地，上交你所有山草药存货，再立下字据。往后所有山野产出尽数归张香兰，赶紧照做，不然我们直接拆屋赶人，把你赶出清溪村，让你无家可归。山下做作，山下做作！你们霸道不讲理，不许欺负青玉，不许抢我们的田地！一只破鸟也敢聒噪，再敢乱叫，直接抓来拔毛炖汤！田地是我开荒所得，山货是我辛苦采摘，皆是我立身根本。我一不偷，二不抢，凭本事谋生，凭什么拱手让人？给你脸了是吧？软硬不吃，那就别怪我们动手硬抢！弟兄们，准备闯院！弟兄们，一起上，拿下他！我的腿！谁派你们来的？没人派我们，是我们自己看不惯你们霸占田地，自愿前来讨公道。嘴硬！我说，我求公子饶命，是张乡森，全是张乡森授意我们来的，是他让我们来抢田地山货，赶你们出村。若是不从，就让我们拆屋打人，务必逼得你们走投无路。聚众持械，私闯民宅，寻衅掠夺，按大药律例已是重罪。你们受人指使，仗势欺人，本可重罚到底。我等知错，再也不敢了，求公子从轻发落。想要从轻处置，便如实画押认罪，写下供词，供述张香卓雇人行凶的全部实情，不得隐瞒半分。你们深夜持械围宅，蓄意掠夺，每一条都是重罪。如今主动认罪，供出主谋，尚可从轻判罚；负隅顽抗，只会罪加一等。聚众寻衅，受人指使，欺压村民，罪证确凿，即刻全部带回县衙候审，依规惩戒。此番杀鸡儆猴，短期内无人再敢上门寻衅，我们也可安稳谋生。有你坐镇，魑魅魍魉皆不敢作祟。今日小店新开业，主营野生草药、天然蜂蜜、山野干货，所有货品均为亲自进山甄选，无掺假、无熏制，保质保量。开业当日，通通市价8折，回馈乡里。这草场品相绝佳，根茎饱满，无霉无库，比镇上商铺的通货好太多，价格还更华贵。这野生蜂蜜浓稠纯净，色泽透亮，是难得的上等佳品，成交集市都少见。青雨姐姐的东西最好啦，快来选购！大家有序挑选，所有货品均可当场查验，假一赔10，童叟无欺。如今咱们客源稳定，口碑出力，往后生意会愈发安稳。往后不用再四处奔波售卖，就踏踏实实经营小店，便是最好的安稳。什么良心商号，居然售卖劣质发霉草药！我刚买的货，里面全是次品，以次充两，坑骗百姓。我也买到了残次干货，看着品相好，内里全是蛀虫，难怪开业折扣这么大，原来是卖假货骗人。两位客官稍安勿躁，我店货品尽数当场查验，明码标价，绝无掺假狩猎之说。误会，货就在手里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想狡辩？今日必须给我们和百姓一个说法。
跟着他们偷听对话，查清幕后主使，记下所有密谋。方才闹得这么大，谣言很快就传遍全镇，到时候所有人定都认他卖假货，这新开的商号必定口碑崩塌，再也无人登门，那是自然。这是张老爷亲手写的密令，专门吩咐我们栽赃抹黑，搞垮他的生意，断了他的生路。事成之后，这锭银子只是定金，还有重赏等着我们。今晚务必让他彻底关门倒闭。青羽，我听到了，是张香生派他们来的，故意换假货栽赃，散播谣言，想搞垮的店铺。大家别再被骗了，这家店看似良心，实则专门售卖假货劣货，坑骗乡里钱财。各位乡亲，各位客商，今日有人刻意栽赃我商号，散播谣言，今日我便当众揭穿全部真相，自证清白。第一，我店所有山货草药均为近期新鲜采摘，统一分拣晾晒，无霉无蛀，无陈年劣货，货品品相有据可查。第二，二人手中劣质残货纹路、品相、干燥度与本店货品完全不符，是提前备好，刻意调换栽赃。空口无凭，你说调换就调换，我们手里的假货就是你店里的。人证物证俱全，此为张乡绅亲笔授意密条，这锭碎银便是他雇人行恶的赏钱，铁证如山，无从抵赖。原来是张乡孙眼红姑娘生意红火，暗中雇人搞鬼，恶意栽赃，实在太过阴险。沈姑娘坦荡正直，货品保真，不惧构陷，是难得的良心商户。往后我们全镇百姓只认这一家青羽山货铺。沈青羽、萧劲二人屡次坏我好事，毁我颜面，如今在镇上声望见长，冷面失衡，已然无用，必须彻底铲除。老爷，那萧劲身手不凡，智谋过人，寻常打手官吏都奈何不了他，唯有借朝堂之力，方能斩草除根。我潜伏地方多年，只查办朝堂侵犯，在逃罪臣，无关之事我从不出手。我知晓大人职责，清溪村沈青鱼茅屋之内藏囊着一名重伤流放、来历不明的男子，疑似逃脱管控的侵犯罪臣。此人身负命案，武功强悍，藏匿民间，蓄意蛰伏，恐有不轨图谋。沈青鱼私藏罪臣，包庇要犯，二人便是祸根。你所言属实，若真有侵犯藏匿，乃是我失职之过，句句属实。恳请大人出手排查，铲除罪臣，肃清乡里。事成之后，我必有重谢，绝不亏待大人。不好，坏人要抓萧劲哥哥，要抓我们！青羽，大事不好，大危险来了！镇上的坏乡绅说萧劲哥哥是朝廷逃犯，找了官府的暗探，马上就来村里抓人排查。张乡师输得不甘心，索性狗急跳墙，不跟我们争生意斗蛮力，直接勾结朝堂暗探，想用私藏罪财的罪名借刀杀人，彻底除掉我们。我的流放身份无官方文书佐证，属于待查罪身，暗探专职稽查朝野逃犯，一旦查实，无需地方县衙定罪，便可直接缉拿，到时便是百口莫辩了。我绝不会让你被人抓走，我们立刻收拾一下，销毁所有痕迹，做好万全伪装，熬过这轮排查。待会儿我伪装成你体弱多病、远道投奔的远方兄长，常年居家省病，不善言谈，不懂武艺，极少出门。你放心，我应对所有试探，绝不露出半点破绽。小红，你也乖乖蛰伏，切勿乱飞乱叫，引人怀疑。我记住了，绝不添乱，帮你们一起藏好秘密。此人大有蹊跷，报上姓名、原籍、来路，一一如实交代，不得隐瞒。官爷息怒，这是我远房兄长，自幼体弱多病，药石难医，父母早亡，无依无靠，近日无处投奔，才来我这茅屋暂住养病。既是至亲，为何村中无人知晓？为何常年闭门不出，从不露面？可有户籍文书佐证？兄长原籍深山荒村，村落偏僻，无迹可查，乡人大多无名无策。他身体孱弱，常年卧病在床，无法走动，自然无人相识，从不见外人。抬头，抬手，让我查验体质。听闻你家擅长辨识草药，山货颇多，生意红火，莫非是有能人相助，暗中借力？不过是我常年靠商谋生，熟能生巧，再加飞鸟通人性，帮我寻获避雷，皆是山野寻常本事。兄长体弱，自顾不暇，从未插手我的营生。方才真是步步惊心，但凡有一丝破绽，便是万劫不复。青羽，这段时日，我亲眼见识了你的聪慧与胆识，我孝敬此生，承蒙你救命之恩，倾心相护。往后余生，无论朝堂风波再起，前路风雨几何，我必倾尽所有，护你岁岁安稳，一生无忧。往后我以百鸟为目，山野为盾，为你探查危机，你为我坐镇四方，扫尽阴霾，我们双向守护，共等云开月明。
青羽和萧敬哥哥要一直好好的，再也不怕坏人啦。方才周旋之际，我心绪波动，偶然忆起当年旧事，终于捕捉到冤案的第一条零碎线索。当真，是不是能查到当年构陷你的真凶，洗清你的冤屈？当年我北境大胜，兵权在握，骤然被人构陷通敌叛国，绝非偶然。事发前有人暗中篡改军情密信，以此给我定罪。所有线索最终全都指向当朝首辅。难怪你流放途中重伤，官兵直接把你弃在荒林。此人心狠手辣，当年没能斩草除根，如今一旦察觉我尚在人世，必定会赶尽杀绝。我们往后行事要小心。你连日心绪不宁，可是还在顾虑之前暗探排查的事，还是朝堂那边有什么隐情？暗探此番南下，看似受张香珠蛊惑排查罪臣，实则行踪诡秘，路线精准，全非随意巡查。我顺着他们行事轨迹层层溯源，查到了一条关键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是关于当年冤案的吗？我当年的贴身亲卫林策，当年北境一战，全军覆没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战死沙场，尸骨无存，包括我。他还活着？是，我通过暗探对接渠道、地方势力人脉，层层溯源排查，查到林策并未战死。当年他身受重伤，侥幸突围，并未归队，也未曾暴露身份。这些年，他一直隐匿在临县潜伏蛰伏，从未放弃打探我的下落。除此之外，地方上还有2人念着当年的北境旧情。当年我领兵戍边，曾亲率轻骑救下被乱兵围困的夫人县令，还有如今巡检营统领，早年是我帐下部族。这2人都亲眼见过首府构陷有功将士，心中早有不满，只是人微言轻，不敢抗衡。原来如此。若是日后我们要寻求官府相助，这2人或许愿意暗中搭手。如今得知林策尚在人世，我绝不能再放任他孤身潜伏，独自涉险。暗探尚未彻底撤离清溪镇，周遭眼线密布，这封密信关乎你与旧部性命，万万不可走漏半点风声。我知晓轻重，如今敌我不明，贸然相见风险极大，唯有隐秘联络，方能稳妥布局。临县路途遥远，沿途宽卡密布，暗探眼线层层设防，任何人徒步出城都会记录排查，寻常送信方式100%会暴露踪迹，不仅联络失败，还会牵连林策，引来杀身之祸。旁人不行，可我们有最稳妥的传信之人，无人能查，无人能防。小红，帮我将这封密信安全送达，全程隐匿行踪，避开所有人眼，避开关甲巡查。放心，请我们飞鸟穿梭山林云雾，不走官道，不遇行人，没人能发现踪迹，保证稳稳送到。路途遥远，避开城镇人群，避开官道关甲，只走深山密林，务必隐秘。收到，绝不暴露。山路遥远，单只鸟儿体力撑不住，分批次轮换才能稳妥送达。若是遇上暴雨，今日便只能暂缓送信。世人皆被眼线、关卡、人脉束缚，唯独你以百鸟为媒，打通了最安全的隐秘通道，是我最大的底气与依仗。你守我人间安宁，我为你打通前路棋局。往后这飞鸟传信，便是我们旧部专属的秘密联络通道，规避所有官府眼线，绝对安全。首府大人，清溪镇暗探传回消息，地方排查发现异常。清溪村茅草屋寄居男子，身形、气息、行事风格与当年流放战死的镇国战神萧劲高度符合。萧劲，当年北境兵权在手，功高震主，若不是我提前布局，朝堂制衡之势早已被他打破。我本以为他早已暴尸荒野，没想到居然死而复生，隐匿民间。若真让他蛰伏成性，收拢旧部，查清冤案，势必会反扑朝堂，届时大人根基将彻底动摇。留此人一日，朝堂便多一日隐患。当年未能斩草除根，已是我最大的疏漏。如今他踪迹浮现，绝不能再留后患。传令南下，命地方暗探全员出动，不惜一切代价查实身份。但凡确认是萧劲本人，无需上报，就地斩杀，绝不留活口，彻底杜绝后患。属下遵令，即刻快马传讯南下。青羽，远方有好多冰冷的杀气，好多坏人朝着我们这边来了，比之前的打手都要可怕。小红说远处来了大批生人，身上杀气很重，远比之前乡绅找来的打手凶险。气息统一，杀意内敛规整，绝非地方地痞，是朝廷死士，背后必定有人下达了不留活口的绝杀密令。杀气越来越近，那些坏人藏在树林里不说话，悄悄摸过来了，好吓人。他们躲在暗处准备偷袭，我们守在屋里等于坐以待毙，该如何防备？不能困在院内被动挨打，我们分工布防，靠飞鸟建立多层预警，全程不与死字正面硬拼，只拖延他们的脚步。第一，让白鸟分成多队，守住后山3条进山小路，村口2处隘口，只要有人踏入山林范围，立刻俯冲骚扰，拖延对方行进速度。第二，我去后山高地蹲守，占据视野优势，看清对方人数与行进路线。第三，你留在院内，若杀手绕开山林直奔茅屋，立刻催动白鸟合围牵制。你尽管安排，白鸟全都听我号令，我全力配合你。大家分散，守住各处山道，发现行人立刻示警阻拦，切莫硬拼，只需要拖延时间。我去后山制高点探查，短时间便能摸清对方动向。你千万守在院内，不要独自出去。这群死士出手没有半分底线。我知晓轻重，白鸟会替我盯着周遭动静，你务必小心。我跟着萧劲哥哥一起望风，有坏人靠近，我第一时间喊你。
左边大树有人，右边草丛藏着人，谷底还有。杀手目标若是自己，我若待在院内，他们迟早会绕去偷袭青羽。唯有进山把所有杀机引到自己身上，才能护住他与村落。小进，拿命来！谁派你们来的？首府那老狗吗？一起上，杀了他！冥顽不灵！怪我，撤！留个活口探路，也好知道后面还有多少条毒蛇。萧劲功夫再高也护不住你，把他叫出来受死，否则我让你陪葬。怎么，打不过男人就来偷袭女子？你就会这点卑鄙伎俩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！百鸟齐聚，困敌阻杀！该死的妖鸟，滚开！妖女，你使的什么妖法？妖法？对付你们这群见不得光的老鼠，这就叫天罚。刚才不是挺狂吗？现在怎么不动了？要不要我给你递把刀？等我脱困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可惜，你等不到那天了。听见了吗？脚步声，他回来了。什么？他往镇西跑了，那里有安探埋伏接应，不能让他保险。留他性命，本想打探首府部署，若是让他逃回联络点，不出3日，大批死尸便会合围村落，青羽和全村百姓都会遭殃。该死的鸟儿，全都给我滚开！首府派了多少死士南下，驻扎在青山镇何处？如实交代，留你一条残命。首府大人指令，格杀勿刃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伤得这么深，流了这么多血，方才为何不先回来包扎，非要独自进山追人？若是放任此人逃走，明日全镇暗探死尸合围，你和村里百姓都会陷入险境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这个坏人一心想杀你们，直接送官好不好？此人是首府私派死士，不受县衙管束，送去普通官府只会打草惊蛇。我们先把他关押在后山隐蔽山洞，等联络上灵策，再一同处置，撬开他口中全部情报。眼下只能暂时稳住，接下来几日，我们行事必须加倍谨慎。一夜水米未进，先吃点东西。我们不会无端折磨你，只要你如实说出首府的全部部署，我们便放你一条生路。不必假意好心，我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就算饿死，也不会出卖首府大人。你真以为替首府鞍前马后拼尽性命，死后就能换来半分身后哀荣？当年我北境数万将浴血杀敌，锅盖主便被他捏造通敌罪名，满军将士冤死沙场。你甘心为这种奸臣赴死？朝堂之事，轮不到我一介杀手评判。你们不分好坏，乱杀人！令逼问不出消息，不如让小红带领飞鸟前往镇西暗探据点打探，摸清对方人数、驻扎位置。此法稳妥，飞鸟不受人管控，探查不会留下半点痕迹，不容易被首府眼线察觉。去到镇西宅院，看清里面有多少黑衣死士，存放多少兵器，留意来往信使传送的密信，全部记清楚，回来告知我们。放心，所有动静我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一点不漏带回来。有你与百鸟相助，纵使首府布下天罗地网，我们也能提前干破破绽。青羽查到了，镇西3座大院全是首府带来的死士，足上百人，还藏了大量刀剑暗器。每隔半个时辰就有信使快马往县城送信。他们还放出话，3日后全员进山搜查，挨家挨户盘问，但凡身形和萧劲哥哥相似的男子，直接当场抓捕处决。3日后全员搜村，全村百姓都会被牵连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村里都是普通农户，他们不知情，一旦死士上门，定会胡乱抓人伤人，我们得提前通知乡亲避险。我们本分分种地，怎么会被牵连？这群人不受县衙管束，行事不分青红皂白，3日内尽量不要在家逗留，带上家中口粮、细软，前往后山平缓山谷暂避，等风波过去再回来。山谷隐蔽，不会被死士轻易发现，大家结伴同行，切勿单独行动。跟我走，那条小路最隐蔽，不会被坏人撞见。张乡张此刻定和暗探勾结一处，这次搜村，他必会主动带路，指认我的藏身之处。我们还要提前防备他发难。大人放心，3日之后搜村，我亲自带路。那萧纪常年待在沈清羽茅草屋，一抓一个准，绝不可能让他逃走。首府大人有令，抓到萧劲就地斩杀，沈清羽私藏侵犯，一并处置。村子里但凡有包庇2人的村民，全部关押拷问。等除掉他们，沈清羽的荒地、山货铺积攒银两，全都归我接管。到时候整个清溪镇山货生意由我一人垄断。张乡曾为了独占生意，不惜勾结死士，想要害死我们，还要连累全村乡亲，心肠实在毒。此人屡次3番算计我们，如今勾结朝堂杀手，已经触及底线，
这次不会再轻易放过他。他们还准备了锁链囚车，抓到你们直接锁上车，就算不就地斩杀，也会押去京城交给首府处置。多谢你们冒险探查消息，如今所有计划我们尽数知晓，正好提前布局，反制他们。我们分2路行动，你安排飞鸟守住进山所有路口，阻拦死士进山。我去通知全村百姓提前转移，同时收集张香山勾结杀手的全部证据。路上凶险，小红全程跟着你，但凡飞鸟传来半点不对劲的动静，立刻撤返茅屋，万事小心。小红说他会分一半伙伴沿路警戒，一有生人就俯冲示警，绝不会让我出事。有白鸟护着你，我暂且能放心。我这边安排妥当，就去后山山谷提前清理避难场。先前我们传闲话排挤你，如今大祸临头，反倒只有你不计前嫌，特意跑来通知我们躲避灾祸，实在羞愧。往日大家只是被人挑唆，并非本心作恶。我不愿看着无辜老爷平白被牵连，早些转移才能保住平安。那个坏大伯偷偷往镇上跑，肯定是去给张香山报信。大家先在家稍作等候，我去村口拦个人，片刻便回。哪里来的一堆野鸟碍事？滚开！耽误我去见香山大人。小红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打算跑去镇上给张香鸾通风报信，出卖全村老小换取田地银两，是吗？我不过是跟香菱说2句话，与你无关，少拦我的路。3日之内，你若敢踏出村子去往站上，百鸟便会日夜跟着你，搅乱你所有事。今日暂且放你回去，莫要再执迷不悟。坏人跑不掉啦，这下没告密了。多亏有你盯着，这下没人能偷偷告密打乱我们的安排了。我们回去继续通知剩下几户村民。死士100人驻扎此处，3日之后分3路进山搜村。第1路走村口大路，第2路后山官道，第3路断崖小径。我们让白鸟分3路埋伏，利用山林地形拖延他们行进速度。张香山是全部祸事的中间人，手握他勾结首府误人行凶的证据，拿到了，我们便能向县城正直县令递交状纸，牵制地方暗探行动。飞鸟可以潜入张府书房，偷取他和首府往来的密信，拿到亲笔书信便是铁证，任凭他如何狡辩都无用。我去，我带伙伴们夜里溜进宅子，把密信全部取回来。飞鸟潜入取信风险不大，唯独你明日需要前往县城递交状文，路上全是首府眼线，极易暴露。我陪你一同前往。你留在村里坐镇后山，保护避难百姓。我带着小红和大批飞鸟随行，沿途飞鸟提前探查眼线，不会出事。若是我们2人一同离开，村民无人庇护，极易遇险。一路万事谨慎，但凡察觉半点异样，立刻撤返村落，切勿逞强。小心一点，别弄出动静。拿完立刻离开，不要等。有这些书信在手，便能证明张乡村勾结死士，蓄意谋害我们，欺压酸民。县城县令也不敢轻易偏袒。这里提到，首府除了派死士追杀我，还暗中截断林策所有生计，想要逼林策主动现身，一网打尽。我们必须立刻传信给林策，提醒他多加防备。属下林策，寻将军1年有余，今日收到飞鸟传信，得知将军身陷险境，连夜带弟兄赶来支援。参见将军。当年北境一战，我以为你们尽数葬身沙场，没想到你竟带着弟兄潜伏至今。属下一直暗中搜集首府构陷将军的证据，只是人手不足，不敢贸然行动。如今已找到将军，我等愿听将军调遣，捉拿奸人。你们都是好人，这下有人一起护村子啦。林策带2名亲卫埋伏后山3条进山至死士，剩余2人暗中盯紧镇西暗探据点，守护百姓。我明天照常前往县城递状纸，有百鸟沿途护提，不会出事。前面桥头有2个暗探拦路盘查，专门搜查行人包裹，不能直接过去。多亏有你提前预警，若是直接走上桥头，证物一定会被暗探搜走，所有布局全部白费。女子孤身前来县衙，所谓何事？若无重大冤情，速速离开，不要在此逗留。民女有重大案情状告，本地乡绅勾结朝堂私派死士，聚众行凶，意图图利村民，证据在此，求见县令大人。你稍后片刻，我这就进去通报大人。一介乡绅，竟敢私自勾结朝堂外派死士，在地方肆意行凶抓人，无视朝廷律法，简直胆大妄为！大人，3日后上百名死士将会进入清溪村，不分老幼随意抓捕村民，全村百姓危在旦夕，还请大人尽快派兵前往县镇阻拦，捉拿作恶乡绅与暗探。大人，这批死士乃是京城首府直属，我们小小县城县衙无权直接抓捕处置，贸然对抗恐得罪朝堂重臣。我虽无权羁押首府手下死士，但本地乡绅聚众作恶，欺压乡民，归本县管辖。今日即刻派衙役抓捕张乡绅，押回县衙审问。民女还有证人。后山煽动关押1名首府死士，另有昔日北境战神旧部林克潜伏临县，可出面阻证首府多年构陷中眠的罪证。萧劲当年于边关救我性命，当年通敌案疑点重重，我心中早有疑虑。若今日抓捕萧劲，便是助纣为虐。当年边关救命之恩，本官从未忘却。首府一手遮天，我区县城官绅无力直接翻案，但张乡村勾结朝堂死士，残害乡民，属本县管辖，我必秉公处置。同时，我会联络巡检营旧部，可借营中兵力牵制首府死士，由他搜集奸臣罪证，待证据齐全，一同上京鸣冤。速你2道官文。其一，即刻派兵抓捕张满仓归案关押；其二，修救援文书送往巡检营，就说青山镇涌入大批持刀凶徒，聚众围村，惊扰乡民，恳请统领调兵前来弹压乱匪。你私下附一封私信，将当年沙场旧情写明，嘱托统领暗中留存楼首府作恶证据，务必低调，切勿打草惊蛇。属下即刻照办。
张漫谈勾结死士，蓄意谋害乡民，证据确凿，即刻随我回县衙受审。作恶多年还想逃走，今日插翅难飞。你留下，别让他们逃走。是。将军，张乡里被县衙一抓捕，镇西死士据点暂时无人接应，群龙无首，正是我们反击的时机。巡检营兵马明日一早会抵达青山死士，3个我们之期的危机，我们已经稳占上风。青羽姑娘，萧公子，今日真是多亏了你们，若是没有二位，怕是要被黑那些杀手抓受罪。危危关头，反倒只有你们拼尽全力护着全村老小，我们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张乡村和那些死士作恶多端，如今官府出面拿人，总算能还我们一片清静。大家不必多礼，咱们邻里一场，我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遭殃。如今官军已经后纵身获释，大家安心不等候，等风波彻底平复再回村子。你们2人守谷口前道，但凡有生人靠近，立刻示警，务必护好谷中百姓。属下遵命，绝不敢松懈半分。哪儿来一群不知死活的野鸟，也敢挡我们的路？所有人立刻分开，3路并进进山，挖地3尺，要抓到萧劲和那个董鸟语的妖女。头领放心，就算躲进深山，我们也能把人搜出来。大家别慌，死士已经进村，飞鸟正在牵制他们。萧公子和林大哥已经在山道埋伏，官兵很快就到。姑娘，那些杀手会不会冲来山谷伤害我们？谷口有4名亲卫把守，白鸟会时刻盯着山道，绝不会让他们靠近这里。放宽心，你们当真要为作恶首府卖命？当年北境数万将士浴血杀敌，却被他捏造通敌罪名惨死，你们还要帮他残害无辜百姓吗？别听他胡说，首府有令，抓到萧劲重重有赏。巡检营大批官兵马上合围，到时候前后夹击，你们负隅顽抗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主动放下兵器，官府尚且能从轻定罪。萧劲，如今你不过是待斩罪臣，何必苦苦抵抗？我从未通敌，是首府刻意构陷。今日你们若是执意行凶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少废话，拿你的人头回京复命！所有人立刻放下武器，不照私闯村落持刀行凶，坦白罪责者从轻处置。将军，民女持有县衙文书，张乡张屡次作恶，县令调兵只为围剿恶人，并非捉拿萧劲。统领可识此物。当年北境沙场，你左腿中箭，是萧将军亲自背负你突围疗伤，你怎能忘了你这旧日恩情？就是立密信，已提前送至我营，我会全力看管首府派来的贼人，留存全部的罪证，待集齐一同上京申诉。首府权倾朝野，萧劲通敌罪名已定，你们拿几封书信也翻不了案。通敌本是首府捏造冤案，林策潜伏多年，存全套证据。昨夜小红带飞鸟潜入张府，取走你们密谋密信，件件都是铁证。区飞鸟怎敢入密室取信？我派萧劲日夜就看统林策，多年搜集收押，等候县衙发落，全程配合你们收集首府罪证，绝不从中阻挠。方才多亏你持文书周旋，还有林策拿出旧事徽章佐证，否则又要多生事端。我定会为你挡下所有无端猜忌，集齐证据，还你清白。青羽姑娘，萧公子，这次真的多亏你们舍命护住全村老小，要是没有2位，恐怕早就被那些黑衣杀手抓走受苦了。这点擦粮是老夫一点心意，你们千万收下。乡亲们不必如此客气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无辜之人遭受无妄之灾。东西你们全都拿回去。东西我们断然不收，往后大家安心进山采草药、摘山果，若是遇上难处，依旧可以来寻我们商议。山货铺永远公平收大家的货品。将军，如今清河镇地方祸患全部平息，眼下正是上京翻案最好时机。属下恳请将军随我们动身前往京城，金銮殿当面控诉首府构陷忠良的罪行。念陈渊必须清算，可这片山野、这间茅屋，还有身边的他，都是我好不容易寻到的安稳，我实在放不下。我同你一同前往。小红带白鸟沿路探查眼线，传递消息，待冤案昭雪，我们再归清溪种田营生。我一路跟着，任何坏人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若是沈姑娘一同随行，我们此行上京便多了一重保障。白鸟遍布各地，再也不怕首府沿路设下埋伏，截杀我们。我会让飞鸟帮忙，从清溪村一直到京城官道，鸟儿们都会第一时间传信，一路护我们平安抵达。属下明日就动身前往临县联络幸存旧部，3日之后，我们在村外渡口会合，动身奔赴府城，再转道入京，全程隐隙行踪，不给首府半路截杀的机会。这是属下数年搜集的全部证物，上京可直面圣上诉冤。从前我一心沙场权谋，遇你才懂山野烟火安稳可贵。待朝堂恩怨了结，往后余生只愿留在此地，与你朝夕相伴，永不分离。我不会让你孤身一人面对。白鸟，旧物与我皆与你并肩，